哦，妖族如今虽不如人族，但也有点中兴的样子，各处妖王不断，且还藏了许多老一辈妖族高手。而且妖灵本就难分，我们截教这边不少同门与妖族高手也都沾亲带故的，这妖族如何不稳呢？妖族气运何在？这个巫族气运有六道轮回盘保着，神话六道的大德后土为巫族留下的是一团火苗。妖族气运早已经崩碎，如残火余烬，今生全靠底蕴撑着。圣人娘娘终究是人族圣母，所关照的也只是部分妖族。而且赵公明眨眨眼，莫要卖关子。天庭接下来会招兵买马，操训天兵，首先要被拿来开刀为天庭立威的就是妖族。赵公明抚须笑道：不愧是天庭大臣，老弟当真霸气。老哥，天庭必将是三界主宰，这是天庭的天数。如今天庭刚起步，已得龙族相助，稍后只需要稳步发展，几乎每100年1000年就会变个样。赵公明缓缓点头，对此只是认真听着，却没有半点动心的表现。哎呀，劝不动，下一个。且说正事儿。李长寿跟赵公明闲聊间，已经到了一处较大的巫族部落，低头看去，这可能都不如南州俗是一座小城的巫族聚集地，不过总算是有了一点生机。10几个裹着兽皮的孩童，各自扛着腰身粗细的大树，在那儿嬉笑着，奔跑着，撒着花儿，时不时的打飞几块半丈直径的原石。下去看看。赵大哥，不如咱们找个地方小酌一杯。赵公明不明所以，但也没有拒绝。当下李长寿驾云落在林间，熟练地架起烤架，拿出一大块被冰封的美味灵兽肉，低头忙碌起来。不多时，这林间飘起了诱人的肉香。那10几个原本在玩石球的孩童闻香而来，在林边远远地张望。李长寿耳尖一动，就听风雨骤中传来的巫族语言，稍微推算，心底便明白了这些话语的含义。快去找爹娘他们来，又有妖族来这里投毒了。昆仑山某处定时举办的仙宴上，衣着考究的渡厄真人正心神不宁地与10多位相熟的好友坐在一块儿，不断想着上次自己酒后失言，导致人教大法师风评被害之事。哎呦，以后可不能乱喝酒了。道兄，道兄！一旁传来呼喊声，渡厄真人连忙露出笑容，扭头看去，却见自己相交数千年的好友正端着酒杯凑过来。这人压低声音笑道：大事，有大事了！刚从玉虚宫那边传过来，说是黄龙真人对人抱怨时所说。哦，渡厄真人不由来了兴致。这哪般大事啊？这事儿是关于截教外门大弟子和圣人老爷徒孙，可不敢胡乱外传。放心，贫道你还不知吗？绝对守口如瓶。乖乖站好。巫族小部落，冰寒松林中，数百道身形强壮、身披寿衣的男女，举着大多已经有一些残缺的兵刃向前急冲，想要将那2个万恶的妖族乱柴刀砍了。这卑鄙的投毒路数，利用了他们巫族喜欢吃肉的缺点，他们巫族已经上当太多次了，绝对不会再被这种低级的趣味所迷惑。巫族永不为酣。然而那身着铠甲、蓄着胡须的男妖轻笑2声，左手一扫，一道水蓝色的波痕在林间荡开，这群冲上来的身影尽皆被定在原地，定身术。于是这数百巫族保持着前奔时的某个动作，眼睁睁地看着那2个大妖大快朵颐，喝酒吃肉。数百巫族是义愤填膺啊，嘴角都流下了悲愤的泪水，
这太欺负巫了。李长寿与赵公明说笑间，丝毫没有去多看侧旁这数百巫族，反倒是那10几个巫族孩童哇哇乱叫，各自举着一块块巨石冲过来的时候，李长寿随手撕下10多块烤肉，用鲜栗包裹，隔空塞到了这群孩童的口中，群巫震动啊！但也只能用眼神表达焦急。反倒是那些孩童齐齐动作一顿，本来都想将烤肉给吐出来，表一表巫族儿郎们的志气，但是实在是太香了。这群小家伙同时眨了眨眼，接连将举着的石头扔下，抱着嘴边的烤肉啃起来。他们几口将烤肉吃完，还眼巴巴地凑到了烤架周围，一个个咬着手指头，普遍不如人族孩童聪明的亚子。兽人永不为奴，除非管吃管住。去那边，李长寿温声说着，袖口飞出了3张纸人，化作2男1女，在侧旁的空地上迅速忙碌，架起了烤架，摆好了烤肉。不多时，林间响起了这些小巫们的赞叹声。那数百巫族一个个瞪着眼，有些搞不懂这是哪般情形。很快，各处传来了低沉的脚步声，自北、西北、东北3个方向，大批巫族奔驰而来。但是林中这有点诡异的一幕，也让众巫族有些不明所以。巫族虽然普遍较憨憨，但也有几个脑子还算不错的，且脑子好用的，在巫族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话事权。几名大巫立刻低喝，涌来的巫族在数百丈之外就停下了身影，远远地注视着这边的情形。李长寿先是扫过，发现在方圆万里的荒莽大地上，一道道身影正朝着此地疾驰。显然此时巫族依然保持着不错的警惕性，反应十分迅速。正在喝酒的赵公明眉头轻皱，低声道：小心点儿，巫族也有高手赶过来了。李长寿看了眼那边正大快朵颐的10多个孩童，笑道：老哥，把定身法解开吧。是。赵公明左手一推，被他定住的数百巫族齐齐后退，大半向后仰倒，颇为狼狈。正此时，大地轻轻震颤，大地深处传来咚咚的声音，林中已经聚集了2、3千巫族，各自低下头。一名老妪拄着拐杖，从数千里之外的一处石屋中走出来，看起来已经是无比苍老的他，拄着拐杖迈出2步，大地在他脚下迅速滑动，只是2步，这老妪已经出现在了此地林间，数千里就这般轻描淡写地走过了。李长寿眉头一挑，这是缩地成寸？不对，这并非是乾坤遁法。巫族不会法术，却有神通。12祖曾执掌天地间的12条道则，有些类似于如今天庭神权之力。这位巫族老奶奶用的是巫族战法，类似于对大地的掌控之力。只是这一手神通，就可以称之为大手子。李长寿不敢托大，放下手中酒杯烤肉，站起身来，对这名老妪拱了拱手，做了个道揖。我乃人教弟子天庭水神，今日受好友托付，专程造访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巫族勿怪。老妪缓缓点了点头，先是低声用巫语说了几句。林间各处大部分巫族转身退走，只留下了10多名部落首领、当代大巫朝着李长寿跟赵公明走来，隐隐成包夹之势。远处传来阵阵呼啸，李长寿的先识捕捉到，原本赶来此地的那些巫族大多都停下了奔驰，要么原地等候，要么转身回各自部落。那10多名在旁边吃着烤肉的小巫也被各自父母抱走，临走的时候还顺手就分走了烤架铁网上刚7分熟的那一批烤肉，实可谓是酣中带细啊。这名老妪缓步向前，身形佝偻，双眼低垂，仿佛已经垂垂目矣，但自身却散发着一股惊人的力量波动，宛若一头随时能够撕裂大地的人形凶兽。而留下来的这10多名巫族男女实力也都是十分强劲，各自血气充盈无比。李长寿粗略估计，
他们一个能打3到5个半的空虚掌门。人叫天庭，天庭。老妪用洪荒此时通用的语言缓声说着，他拄着拐杖对李长寿缓缓低头行礼。北周消息闭塞，人族天庭已经大兴了吗？您就是如今负责掌管水之力的神灵。大巫祭此言差矣，天庭并非人族天庭，更非上古妖庭那般是哪个种族为了统治万灵而存。如今天庭，天帝为玉帝陛下，乃道祖钦点，执掌天庭，维护3界安稳，护卫天下苍生。一旁赵公明也站起身来，对着大巫祭躬躬手，笑道：贫道赵公明，截教外门弟子，师尊为通天教主。自报家门时直呼圣人道号，便是圣人弟子最佳的自证手段。这老妪立刻抬起头注视着赵公明，立刻对着赵公明换了一个道衣，嗓音都变得轻快了许多，言道：原来是圣人门下弟子，是我族怠慢了贵客。我是这支巫族的大巫祭，两位称我一声巫祭就好。言说中，老妪佝偻的身影慢慢挺立，身中那干干巴巴的皮肤开始缓缓鼓胀，一缕缕血气包裹他身，他竟直接从一名行将就木的老妪化作了体态匀称的中年妇人。这差别待遇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些唏嘘，只能说天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。赵公明又笑道：大巫祭，看我身旁这位道者，哈哈哈哈，他是凌霄宝殿玉帝驾前最得信任的天神，近来四海龙族效忠天庭之事，便是由他一力促成的。又是兜率宫中老君所器重的弟子，称玄都大法师为师兄，更是贫道相交莫逆的兄弟。今日他来此地，哈哈，哎，对了，老弟，你来找巫族做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是受地府勾魂使者牛头马面2位好友所托，来看巫族在北周生活如何。若有难处，大巫祭尽管提来；若有难事，还请对我言明，我定会细细斟酌，尽力相助。赵公明在旁眨眨眼，对李长寿传声道了一句：这不像你性杂长纲，怎么来给巫族送好处了？莫非你看上了巫族什么战法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静静等那大巫祭回话。化作中年妇人模样的大巫祭，面容虽然不算多美，但却透着一股子英气与沉稳。他先是轻轻皱眉：牛头马面啊，这是他们的画像。李长寿对此早有准备，在袖中取出了一张画轴，缓缓摊开，其内画着牛头马面的身形，限定无头套版。大巫祭皱起了眉头，轻轻舒展，随后便缓缓一叹，言道：哦，原是这般。有劳水神走这一趟，我巫族如今还算安好，并无所求之处。啊，大巫祭可否赏脸入座一叙？莫非是觉得天庭想借北周巫族威胁地府阴司？哈哈哈，那大可不必。大巫祭目光轻轻闪动，对着李长寿露出少许苦笑：此间之事水神不明，我们已不想拖累后祖一脉。大巫祭又说错了。哎，我便直说了，天庭需要地府入边，以稳固3界平衡，地府也需天庭助力，得天庭护持，维持6道轮回不被强犯。如今是地府想归顺天庭，却不知从何下手，天庭想要对地府示好，只能来此地找各位，缓解巫族处境。大巫祭先听我一言，若我此言说错，
大无忌自可赶我离去。若是我所说不错，还请大无忌今日能与我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水神想说哪一言？李长寿看向大无忌，目光清澈认真，嗓音顿挫有力，一句击中其要害。巫族现在是不是已不孕不育？旁边正含笑喝着酒看好戏的赵公明扭头一口酒就喷了出去。啥情况？这话也不好乱说吧。巫族万一发狂，把他们轰出去，那面皮可是老大了。怎料大无忌眉头紧皱，目光略带挣扎，却是仰头一叹，无尽悲凉萧瑟。唉，你说对了。赵公明胡须一阵颤抖，看脸风轻云淡胜券在握的李长寿，一口老槽不知如何吐起。行吧，毕竟是二妹觉得很赞的男人，思路果然清晰无比。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大无忌缓步向前，径直后坐在了李长寿射来的石块上。李长寿又请那10多位巫族村落的首领到侧旁入座，让纸人再次忙碌起来。很快林间再次飘满肉香，但是这一次却十分的安静，只有李长寿与大无忌轻声交谈的嗓音，以及烤肉发出的滋滋声。赵公明在旁边静静听着，很快就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